到底什么辅助在这个新版之中又好用又好上手呢？是伯顿吗？可是伯顿如果没包到或者包不好，那就是救了对面哦。那是我们的这个鱼人吗？鱼人也一样道理啊。鱼人真身一开，如果没中的话，那就是空了一个大超级亏啊。如果对上有控制的话，直接选他也可以，就是我们的查根纳尔这个英雄，超级好上手，大招开起来什么环速晕眩什么通通没有掉，只要对面没有艾瑞这种英雄，选他也可以哦。虽然现在在排位赛少见，可是在这个职业赛场上还有一席之地呀，王子依旧是王子。这把在这个排位赛之中，打辅助0死超高参团率，还拿到个 MVP， 怎么做到呢？好好享受吧。这里看到对面的这个凡恩，直接一技能环速大招，不断的能够刷起2技能，搭配队友把他收掉。看到对面的主卡大招搅起，让他不能够挑飞我们，直接2技能不断的连把他收掉。这里我们克里希残血，对面罗想连直接水域结界交起来，队友就把他收掉了。这里看到对面直接开启我们技能，不断的承受伤害，不断的使用2技能，把对面4个英雄直接0换4。看到对面骑友们直接去承受这个分担伤害啊，直接2技能不断的连搭配队友又把他收掉了。那我教大家呢不用学费，可是呢请在下方现在点个赞哦，大家。你的小小的点赞对我来说是最大的支持，对，就是你哦，小兄弟。本节目没有人赞助播出。Hi everyone， 我是 Matt Team 的窝窝，这次带来的是新版查格纳尔的实战解说。那如果还没订阅窝窝频道的话呢，请先订阅，要不然的话就失去一个叫你上 S 的方法。那如果你也玩过查格纳尔，或者是玩过辅助的话，请在下方点个赞。那如果你是喜欢玩其他路、其他英雄的话，也欢迎在下方留言，告诉窝窝你喜欢玩什么路、什么英雄。那窝窝的话呢，也会尽量出那个英雄的实战解说来给你看。那刚刚一开始呢，我们就把自家的红 buff 先勾出来，然后给到对面野区的视野，我们队友就知道到底对面在哪里开红还是开蓝先。那还有的就是确保对面凯撒路或者是对面的打野不会入侵到我们的红区。这里我们在凯撒路这个草丛先蹲一蹲，那夜叉这个时间点它是可以出去的引诱对面的凯撒路也出来。可是这种感觉呢，就是对面的凯撒路已经归在塔内，那这样的话呢，我们这里就不适宜去打下路。看到对面的这个奇尔，那这一把对面有个可以泰山压顶的祖卡，有个这个凡恩今天早上消了的一个凡恩。那这2个英雄呢，其实都是蛮控制的一个英雄。那当然，对面这一把没有说到5个都是控制、超控制的。那可是对面的奇尔现在呢，就可以达到一个沉默的感觉。那这样的话，其实查根纳尔这个英雄呢，其实是蛮白搭的他是在你队有一些硬控的时候可以选择用。这里看到对面圈到我们1技能环速，2技能打起来。那这个时间点蓝量不足，先恢复一个补一下蓝量，先不要受到伤害。对面缴出许风屏障，哈牙直接越塔滚进去。那我们一个1技能把对面罗尔的死神之佑打出来。其实呢，死神之佑就算是一条命了。那这里还看到对面的这个祖卡，我们1技能环速，那血量还好，可是蓝量这个时间点，如果剩这样的话呢，尽量的不要那么的冲，要不然的话呢，很有机会只剩下普通攻击可以用。
那这一把我们的控制的队友有达尔西，达尔西的控制呢，如果对面没有净化，或者是他的这个净化护腕啊没有带清醒，这些东西都还没有的话，会很难受。那还有我们的克里希2技能也是，所以的话呢，我们选一个查根纳尔。查根纳尔他最强的地方就是他可以追人的能力啊，超级的强，而且可以解除一切的控制啊，除了艾瑞，可是反正对面这一把是没有的啊。那我们这里先帮一下我们的上路啊。那其实查根纳这个英雄啊，我是很喜欢用他的。这个英雄如果就像刚刚说的，对上面控制足够的话，绝对是可以拿的一个辅助。那我们出装方面一开始先出到一个跑速鞋，增加自己呢能够跟得上队友的一个节奏，甚至很多时候我们来带节奏。查根纳这个英雄呢，我们这里先开启水域结界啊，帮我们的克里希啊，就是这种用途。有时候呢，不一定说是要晕眩啊这种啊，才使得查根纳有它的利用价值在。比方说对面罗尔环速啊，克里希刚刚逃不掉，我们那个水域结界冷却不算说太长，也是可以帮助我们的克里希直接逃脱。那这里呢，把对面的辅助呢搭配队友消耗他的血量，再还速。那如果你想要再还速一点的话，可以出一个冰杖。可是如果觉得这把提高一点坦度，承受多一点伤害，那可以就不要出冰杖。这里呢，我们扛着塔保护兵线，搭配队友把对面上路外塔直接先拆掉。那因为对面有罗尔又有一个法辅，所以一开始呢，你可以考虑先把一个魔防装合上去，再加上对面打野是奇尔还有对面的射手是凡恩，也能打魔伤的，所以呢，我们可以先做一个仙灵，这样的话装备效益才会高如果我们从一开始呢就出一个，这里我们先开水域结界，然后搭配队友把对面先收掉那如果一开始呢，我们直接先把一个辅助装就合上去的话，会很难受真的很难受。即便对面的主卡多肥，对面是有3个英雄打魔伤，是加上凡恩你可以说有4个英雄是打魔伤。那这样的话呢，一个魔防装的必要性就会很明显，效益就会很高。先把辅助装出了，只增加物防，效益不会说到太高的。那这里呢，我们看到这个中路有集结，我们马上蹲在这个 L 草，把仙灵直接合上去。有些小兄弟会问，到底要出仙灵还是德鲁伊呢？就看对面的法师强度高不高。如果像这一把强度高不高都好，这么多的法伤的话，做一个仙灵会很好。那又有些小兄弟会问这个查根纳的鞋子要做什么鞋子如果是跑鞋的话，可以用物防鞋，可以用。那魔防鞋的话就要慎重考虑了。那这里的不断的开启水域结界，然后2技能保护我们的队友，不断的把对面4个英雄直接收掉。当对面的比方说这个许风屏上弹开我们一个环速什么也好，我们直接一个水域结界直接解掉。那刚刚说到魔防鞋，因为呢查根纳这个英雄他最不需要的一样东西呢就是怕被控制。所以呢，我们的大招呢，直接水域结界解开的话，其实绝对可以不用怕被控制。
使得我们直接呢做一个木防鞋或者是跑鞋都可以。那在以前的版本，或许会有些小兄弟呢拿它来打中路现在是或许也有这个英雄拿来打中路，不过是比较少见的一个玩法。那如果那样的话呢冷却鞋或者是磨穿鞋，那就可以考虑了。现在我们把海神再合上去，临时的一个战机合上去之后，物防就出来了，整队的免伤也出来了。因为查根纳这个英雄他原本就是一个团战型的英雄，海神文章也是一个团战型的辅助装备，所以呢使得这个装备和我们查根纳十分的搭。那这里我们要考虑由我们来补一个聚魂路，因为看到没有小兄弟要出聚魂，那这样的话呢，对面在罗尔这种情况之下，绝对可以考虑补一个聚魂上去。这里呢，对面的祖卡尝试呢去偷塔，那我们的自己的凯撒路小兄弟呢就跑去追他那我们把这个兵线直接呢整理，然后直接保护我们的这位队友这个汉雅小兄弟。其实很多时候呢，走自己的野区的时候，其实也要特别的小心因为呢，有可能对面就蹲了敌人。比方说，如果对到瑞克这种的辅助，又或者对面瑞克是打凯撒路也好，很多时候突然就会跳出来直接，或者是这个 L 草，这些都是要很注意的。一个不小心的话呢，对面有可能就蹲在草丛里面。那这里呢，我们刚刚说到之后的出装就是出一个聚魂那这个装备如果由中路来出也是可以的。那像查根纳这种法辅这里直接解开对面泰山压顶对面环速的这个效果，那拉过去我们的恢复的状态就其实是目的告诉我们的队友梅兰这个状态不要开，能够逃可是不要开注意回城。那用到法辅的好处呢，就是如果你用一个弹斧一个物理攻击类的，你要出一个拘魂刀的话，对于一些坦型辅物理坦型辅助的话，真的感觉就是一个脱装的装备。这里看到对面的祖卡直接把他人头收掉，那我们法辅就不一样了，你出一个这个聚魂路，我们能够达到大范围的伤害，大范围的使用到聚魂路的它的功能，而且原本有增加500的生命，所以呢聚魂路这个装备由法辅来出的话，就是我们打法术伤害的辅助来出的话，也是可以出的一个装备，并没有到说物理攻击的辅助那么的脱装出聚魂。那当然的，如果这个装备由克里希来出也是可以的有中路法师不一定是克里希，伊耿士什么法师都好，通常出个聚魂路也无伤大雅那在这里呢，在我们的打野有蓝 buff 的状况之下我们拿蓝可以，法师拿蓝也可以。在这个状况之下，他要直接转起来，我们开启大招。开启大招还有另外一个用途，就是我们2技能可以一直的用然后还可以触发我们恶魔觉醒。所以说呢，有时候直接开大招，这个查根纳尔会有很多的功用。
又开启一个大招，像我们说的不断的2技能，不断的2技能，一个1技能把他人头收掉。这里许风屏障挡住我们，可是没有所谓，这个时间点我们的夜叉是没有大的，没有所谓，还是把对面直接0换4。那对到齐尔这个英雄他一切牌你就站在他切的人的附近，你的队友附近那他的伤害也会要打到你，分担这个伤害。这里直接把对面团灭0死的状态之下，拿下本局 MVP， 超高参团率，赢得这场游戏胜利。感谢大家收看，我是 Mad Team 的窝窝。喜欢影片的话呢，别忘了订阅、点赞还有分享哦。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次再见。